在工业文明时代，制造业就是立国之本。谁能够掌握现代制造业，谁就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没有现代制造业，人再多，钱再多，你是被人家羞辱的，你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上。今天的中东地区，天天用案例、活生生的事实来证明这个道理。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史学观察啊。现代化的本质，工业化，工业化的核心是现代制造业。谁有现代制造业，谁就有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立身之本。但是呢，有个事实要强调一下，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掌握现代制造业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类成系统的制造业，90%都集中在北温带的3个地区：东亚、西欧和北美，全部集中在这儿。就旁边还有南非啊、巴西啊、印度有，但是它是给我们补充，它是依附型的，知道吧？独立的制造业体系就在北温带这3个地区：东亚、西欧、北美。而这3个地区有多少国家呢？就20个国家，知道吧？全球政治实体是200个左右的国家，只有1/10的国家和地区掌握了现代制造业，其他没有掌握。1/10的国家很少的。然后呢，他们集中在3个地区，都在北温带：东亚、西欧、北美。然后后面就2个文明，东亚后面是鲁江文明，西欧、北美后面是新教文明。这个事实有点残酷，但是它是重要的事实，不能回避的啊。但是我们中国很幸运，我们实现了工业化。谁让我们实现了工业化？是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下面还有一个史学观点，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必须以49年划界，因为49年以前我们是农业文明，49年以后才是工业文明，2个文明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而这个一旦我们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它的规模就特别大，因此影响就特别大。英国工业化1000万人，美国工业化1亿人，中国工业化14亿人呐。当然，也有些人会驳我说，以后非洲人口会比我们多，以后印度人口会比我们多啊。但是呢，就我的观察啊，非洲、印度我都去过，我的观察，他们都遇到一个比我们更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社会结构是前现代的。印度我去过，印度的妇女地位是非常低下的，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印度整个社会结构是前现代的，因此印度不具备自我工业化的能力。印度如果想自我工业化，它必须经历一场极其伟大，同时也极其残酷的革命。所以呢，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样，就是工业化极其重要，能实现工业化的核心现代制造业的能力的国家是少数1/10国家，然后我们是其中最大的。那么我们整体的工业化水平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然后呢，有3个特点，第一就是工业的规模特别大。去年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32.4%，合人民币39万亿。然后什么概念啊？基本上我们制造业等于排在我们后面的美国、日本、德国、韩国之和，就是2、3、4、5名加起来跟我们一样的，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工业的规模特别大。第二个就是体系特别完整，是吧？就人类所有的工业门类都有啊，当然有一些门类我们现在水平不高，这个我们能做，但水平不高。但是我们门类很齐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第3呢，就学习能力非常好。原来呢，我们有个弱点就是创新能力不是很好，我相信有个10年，我们创新能力会上来了，是不是 ？OK， 这就是中国人的底气所在啊！因为在工业文明时代，制造业是决定性的，对吧？而中国掌握了这个东西，知道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就成为百年变局的最大自变量。这也是为什么呢？就是说第4次工业革命我们有机会啊，知道吧？第4次工业革命呢，在到来中还没有到来啊。目前我们人类处在叫5G 时代，而我的观点是5G 还是属于计算机革命的网络阶段一个最新的一个步骤，还是属于3.5次工业革命，不是真正的第4次工业革命。第4次工业革命在哪呢？在如下5个方向，一个就是新的工业材料。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的电器，包括这个所有的电器，它的材料是不是叫硅晶片、硅基材料啊？那未来呢，工业界认为
很有可能由碳基材料取代硅基材料。现在我们议论比较多的东西材料叫石墨烯，这个是可以实现的。碳基材料取代硅基材料，效率会提高很多倍啊！这个就会引发工业革命。还有一个呢，就是基因工程；第三个呢，就是人工智能啊；第四个是量子科学；第五是核聚变。在这5大方向酝酿着真正的第4次工业革命，尤其是前面3个，因为后面2个啊，量子科学和那个核聚变呢，太伟大，以至于太难了，可能就是比较远，它也会发生革命，它比较远。在不远的将来引发工业革命，大概是新的工业材料、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那么这5大方向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美国的技术还是最好的，但是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的是什么呢？我们跟美国差距不大，就是下面就看我们下一代人，就坦率讲，就是你们这个年龄段的怎么努力了，能不能扬长避短？中国人要把创新的这个短板补上去。美国当然他希望把这个产业啊再重新给它补上来啊，这是一个竞争，这是未来中美竞争的关键。对于中国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讲，未来30年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全国同心同力啊，推进第4次工业革命，争取在未来30年让人类的第4次工业革命发生在咱们中国，知道？如果你们做到了这一点，那你们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孩子，知道吧？那个是非常值得追求的一个目标啊。你们可以假设嘛，如果第4次工业革命发生在中国，那么逻辑上推理，此后的中国肯定拥有人类最好的技术和最好的产业，对不对？技术好代表先进，产业好代表赚钱，对不对？所以你们的孩子会生活在一个非常先进、非常富有的国家嘛。然后你们的孩子们护照全世界免签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人民币肯定是第一货币，对不对？出国不用换汇。所以某种意义上讲，由于中国前面工业化的成功，因此我们就有资格参与未来的塑造，对不对？就是第4次工业革命。那么如果这个塑造的好，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技术基础、生产力基础就非常扎实了，对吧？但是反过来呢，也带来一个问题，对美国来讲，可能就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挑战。因为美国原来一直觉得技术上我一骑绝尘呐，对吧？中国在他看来一穷小子，你怎么赶上来了？他很不习惯，所以他现在一定要打压我们。所以就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紧张博弈阶段是必然。因为第4次工业革命决定人类未来，然后未来这个对美国来讲，可能只有一个对手，就中国，所以他一定会紧张，对吧？所以中美关系变差是某种意义上是必然吧。但是呢，我们不用怕，不用怕。第一理由啊，就是我刚才讲了，近代国家最伟大、最重要的任务工业化我们完成了，对吧？第二呢，从技术指标上讲，对任何大国啊，有4个指标最关键。第一个得政治稳定，那政治稳定没什么问题，对不对？第二个经济得过得去，那么咱们经济呢不如以前了，但是呢跟别的国家比还可以，是吧？第3个就是科技，科技是核心生产力嘛，第一生产力，我们科技现在追得很快的。第4个就是军事，那么我们军事现代化应该讲也是非常快的。所以呢，我们国家虽然必定面临美国的压力但是呢，我们第一有制造业现代化这个基础，第二呢，这几个关键指标都不错，所以不用紧张啊。另外呢是这样，就中美关系肯定是会有问题。那么受美国的影响呢，有些中国周边国家也给我们捣乱比如说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呢也会做一点小动作。这大概是我们现在外交上遇到的3大麻烦：一个美国直接压我们，一个受美国煽动有些周边国家捣乱，是吧？但是请注意，中美关系再重要，它不等于中国外交的全部，对不对？毕竟只是中国外交一部分吧。中国外交其实是4个部分构成的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国际组织外交。那么仔细梳理一下，现在我们主要的压力来源于大国外交的美国方向，还有来源于周边外交的印度方向，其他还好。我们中国的大国外交是3对关系：中美、中俄、中欧，也就是中美出了问题嘛，对不对？周边主要是印度嘛，其他还好吧，对不对？发展中关系很好多边国际组织关系很好对不对？好到什么程度？好到特朗普嫉妒了，
说我交的会费在 WHO 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国的3倍，结果中国最后那个讲话声音比我还大，所以他不干了，跑了，退群了，对不对？这个 OK， 这就是基本事实啊。我们中国外交呢，肯定是有麻烦的。我刚才已经列举了3类麻烦，对吧？中美、印度还有美国的小兄弟啊，我们有麻烦，我没有否认这个麻烦，但是放到整个中国的外交图景，其实中国外交还好，所以呢，应对好中美关系还是未来外交的主要任务。今年发生疫情之后，美国拒绝跟我们合作，是吧？1、2月份中国很困难的时候，美国是看笑话的。我们1、2月份非常困难，对吧？非常困难。那个时候，美国商务部长韦伯罗斯公开的在电视上讲：“中国有病毒好啊，有助于制造业工作机会回流美国啊。”因为讲这个话没有道德感的，连美国的那个右翼媒体都说。你怎么能讲呢？这个可以想不能讲的呀，真讲出来了，是吧？连右翼媒体都看不惯呐。这是1、2月份，3、4月份他们家有事了吧？哎，他不去好好应对他们家的病情，他骂我们，怪我们。这些行为就导致什么呢？导致非常可惜啊，中美今年没有因为联合应对新冠而团结，反倒是进一步分裂了。在新冠发生以后，这过去8个月了吧，这个8个多月了啊，中美有新矛盾，一个就是美国甩锅中国，对不对？把责任推给中国，一个就是老威胁要跟我们脱钩吧。第3个是不是在中国的敏感问题，是不是动作更大了？最后的结果就很不幸，整个中美关系它的下滑曲线是进一步下滑了。那么于是呢，现在我们中国的民众，特别是网民，现在有3个担忧啊。第一，担心中美全面脱钩，是吧？第2，担心出现新冷战；第3，担心局部热战，是不是有3个担心？那么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啊：中美全面脱钩不可能，因为中美的那个经济联系、社会联系太紧密了。但是局部的脱钩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发生了。比如说高端科技、高端芯片不给我们了，对不对？然后科技交流停顿了。然后那个卫生就是医疗方面的合作停顿了，这局部脱钩肯定会发生，全面不可能啊。新冷战呢问题倒不大，新冷战呢怎么说呢？我们就说跟那个苏联和美国的冷战比一比，就发现有几个不同。苏联和美国搞冷战呢，美国肯定是有责任的啊，但其实苏联也有责任，是吧？他们美国扩张主义，苏联也扩张主义。因为这个冷战打起来得双方嘛，结果呢，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问题不大，就我们这边挺隐忍的，对不对？特朗普天天说中国病毒骂我们，然后他的助手彭斯副总统，这个国防部长、国务卿司法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4大金刚，天天骂我们，他是正国级、副国级干部骂我们，然后我们国家连部长那一级都有不理他。都讲别闹了，中美关系回到正轨，对不对？部长都这么讲吧。我们真正批评他的，就是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嘛。其实我们脾气挺好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美国社会其实是不支持的，知道吧？新冷战必须美国社会支持，但美国社会不支持。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盟友一个都没有表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新冷战问题不大。但是呢，最后一个担心呢，其实有点现实性的，就是局部军事冲突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就是美国总统发起战争的权力是很大的。美国建国244年，但是对外发起了260多场战争，这个里面只有5场战争是得到国会批准的，其他全部就是打了就打了。所以总统的那个在发起战争问题上，他的自主权挺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特朗普这个人特别没法预测，对不对？他权力又大又很难预测，因此理论上讲，他因为选举的需要发起某种局部冲突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应对之道怎么办呢？应对之道就是我们做好准备吧。坦率讲只要我们准备的做得很充分，让美国发起军事冲突得不到政治上的好处，反倒是可以避免了。
对不对？准备的越好，可能性越小。OK， 这就是对这3个担忧的这个一个基本的回答啊。那么最后关于中美的未来呢，我想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呢，这个中国的崛起到了今天，引发了美国的紧张，然后中美就有矛盾了。这个事情呢，坦率讲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你不发展，你不发展，对吧？相对落后就没事儿。但只要你发展，它一定会遇到这个坎，你就到了这个坎子，然后回避是不行的，是吧？只好面对啊。然后，那么面对在未来一段时间是很难的，至少未来，我觉得未来是这样，未来几个月很紧张，从现在到1月20号，明年1月20号新政府上台是高危期，从现在到未来5年是困难期，因为未来5年呢，肯定是那个美国对我们压力很大。从现在到未来10年，实际上是美强我弱，我们战略防御期，大概这么一个。但是呢，一个大的结论是这样的：美国这些外部的阻力，我认为不会影响中国的崛起。过去2年半，美国其实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对吧？但是你们想想，我们中国的发展还可以吧？每年还是6左右的发展，对不对？它是2，我们是6，所以从增量角度来讲，还是比它快嘛，对不对？除非美国做到了使了劲儿啊，我们的发展速度降到2以下，比美国还慢，那个就追不上美国了，对不对？只要我的增长速度5、6啊，它是2左右，我们是它2到3倍，那最终的这个时间会告诉我们，是吧？所以大的结论还是这样，就是中美关系肯定是不好的，我们要做好相应的啊应对困难的准备，要有底线思维，但是另一个方面又有战略定力，因为美国不管怎么使劲儿，只要我们自己不犯错，战略上我们还是在往前走的。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感谢新力城独家冠名本次公益活动，学口才到新力城。金教授以其近40年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深入研究，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场妙语连珠的分享。新冠肺炎如果是一个大考的话，那么咱们中国的表现是比较好的。现在，我们就进入对白时刻。丁彩荣教授您好，我叫周汉石，是一名大3的在校生。那么就我个人而言呢，我们00后是很关心国际新闻的。那么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在美国在高中时期是交换了1年。那么就我看到的美国社会，我觉得他们的市场上是非常依赖海外市场的，甚至于是海外的产业。像您刚才也提到了工业化嘛，在我当下看来，我觉得美国的工业链和产业链是不完善的，是不完整的。我不知道美国政府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感觉特朗普政府似乎非常的执着于要跟中国脱钩这个问题，他到底能真的脱钩的概率有多大呢？它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呢？您怎么看？是这样的，就是美国政府肯定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也觉得他的一个弱点就是产业链不完整嘛。美国其实还是有一些高端产业的，就人类的产业大概有1半离开了，但另外还有1半在美国，但那一半呢还是挺先进的。所以美国制造业还是有能力的啊，只不过确实产业链呢不完整。那么产业链不完整带来很多问题，有一些技术都无法应用，还有一个就是低端的工人呢没工作，生活水平很差。然后特朗普现在他的脱钩，其实他有一个目的想把产业弄回去，对吧？但是我推算，他要想让这个世界的低端产业回去不现实，所以应该讲。就他这个努力最后会失败的，中美完全脱钩其实也不可能，只是部分脱钩。好，谢谢金教授，谢谢您。金教授你好。你好。我叫孙月行，是一名英国的留学生。我想请问您一个跟科技正相关的问题：现在5G 的手机、5G 的网络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城市，但是美国却提出了6G 的战略，您觉得这靠谱吗？您觉得6G 会不会直接秒杀我们的5G 呢？那么我作为一个外行当然也关心这个产业。我现在有限的信息是这样：目前呢，6G 应该还是大家在
想象，就是在产业里面现在其实是没有依据的。目前大家认为比较靠谱而且比较先进的就是 5G， 所以呢，美国想绕开5G， 直接奔6G，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好，我明白。那金教授，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的制造业是最好的，在未来只会有中国制造和外国制造。但是在这一次华为和美国的对抗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直接断供华为，造成了对华为的手机影响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效应。而美国对中国高新企业的制裁，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半导体制造业也有非常大的短板。那您觉得在这样一个中美对抗的局面下，我们还有机会吗？您觉得在这样一种数字铁幕的背景之中，我们还有这个追赶上的时机吗？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去完成我们的超越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可能这个我的表述有点问题，就是我没有说中国的制造业是最好的，我是说最大的啊，最大的是吧？它跟最好还不太一样，跟最好还有差距，它是最大。目前我刚才在讲座里面讲到。就到19年吧，我们制造业占世界的比例32.4%嘛，而且以后呢，我估计还会再增加，是吧？我们制造业还在扩张啊，所以制造业最大，但制造业最大呢，不代表最强。那么我们现在低端很好，我们现在中端非常厉害，但是高端我们还有缺陷，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芯片，现在就是个问题啊。芯片呢，我们低端也有。而且现在市场扩张很快，但终端就差很多，高端现在真没有。所以尤其是跟美国差距非常大。另外，除了这个芯片，还有工业设计软件，是吧？大家都知道这差得很大。还有一点精密仪器，我们还有不少短板。但是呢，问题不是很大。我们过去啊，跟美国有差距，首先还是历史积累，是吧？美国等于上博士后了，才刚上初中嘛。它有天然的差距，只不过中国很天才啊，我们从初中啪跳级到高中，跳级到大学，跳级到研究生了，就跟他在接近得很快，所以他就急了嘛，要打你了，这是一个情况。我们有一个发展过程，是吧？他那个积累好，咱们中国体系很完整，还有一个我们国家的动员能力很强。现在我们不是遇到芯片这个危机了嘛？然后现在。整个行业在拼命的加班加点在努力，我个人相信有个5年时间，目前我们看到的美国卡脖子这些东西，我们全部都解决，就是个时间问题，要有信心。好，谢谢金教授，谢谢。金教授您好，我叫杨典雅，是一名传媒专业的学生。我想请教您的问题是：美国在科技和政治领域打压华为，我们尚能理解，但是作为社交应用软件的 TikTok， 为什么也会处于美国的打压枪口之下呢？美国在打压 TikTok 的背后有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含义呢？美国打压 TikTok， 它几个背景，一个就是战略敌意，是吧？刚才我讲座的时候讲了，美国把我们定义为第一竞争者了吧？战略敌意，一旦一个人对你有偏见嘛，看你是什么都不顺眼，知道吧？这是一个背景啊，他对我们有战略敌意，有偏见，于是中国的东西都不顺眼的，这是第一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 TikTok 代表了跟华为不同的威胁。华为啊，代表了技术领先，就是 5G 技术很重要，然后它领先了。那美国现在的办法呢，一个就是用政治手段干预，就是让你的很好的5G 产品卖不出去。你不是投了很多钱吗？我让你卖不出去，让你投资砸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现在使坏。另外，当然他也在培养像三星什么的，来追赶，这是对华为。那么为什么 TikTok 他要关注呢 ？TikTok 代表了另外一个威胁啊，就是商业模式威胁。原来美国的领先不仅是技术领先，而且有商业模式领先，是吧？比如说，好多年前我们中国人不是很喜欢那个快餐，对不对？麦当劳啊、德基啊。当然现在这种快餐不行了，但有一段时间它是代表一种很创新的那个商业模式。现在啊，中国人呢开始创造新的消费模式，包括电商。那么中国的电商等于美国、日本、欧洲之和嘛，因为这个巨大的电商才有了阿里巴巴，是吧？那么才有了中国的这个叫电子支付，就网上金融。TikTok 是很独特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是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它就给你提供平台，
这个平台呢，就一般人都可以参与，就是它的群众基础特别广泛，然后因为参与感很强，所以它广告效应就好，所以它收益也很好，是吧？然后 TikTok 呢，除了商业模式威胁，它还有一个威胁，它很可能打破美国精英层信息垄断。那 TikTok 就是让平民都可以表达自己嘛，所以对美国来讲，一个商业模式构成了威胁，一个呢，对传统精英对信息的控制能力形成了威胁。谢谢老师。谢谢。金教授你好，我想请问您，您觉得中美在南海之间的博弈，真的会像许多网友说的那样，会是一个低烈度的热战吗？现在美国啊，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啊，是几个海联动的啊，南海、东海、台海啊联动，甚至有时候跑到我们黄海来了，所以这方面海洋压力挺大的。我看好多那个舆论呐，还有军迷啊猜测，就危险比较大的确实是南海。那最后以什么形式展开，我现在没法预测。我估计美国人呢，主要还是形成一种战略威慑，就是让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啊活动要减缓一点。美国呢就是希望用这种军事动作威慑你，不许再搞了。另外一个，他通过不断的让舰机过来，还是鼓动南海周边国家胆子壮一点，跟我们闹。大概他的目的就直接跟我们发生军事冲突，我觉得可能性小，因为在这个地方他要跟我们出现军事摩擦，他不一定能赚到便宜，对吧？所以呢，如果赚不到便宜，在政治上它是个灾难嘛。我觉得更多啊，美国在我们近海的这些动作，显示他的政治决心，威慑我们，同时鼓励周边国家跟我们闹，直接下场跟我们打，这个可能性比较小的。谢谢你，谢谢金教授，谢谢你。谢谢你。金教授您好，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动漫和二次元的，所以我选择了去日本留学。那日本其实作为我们的邻国，在历史上跟中国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的。特别是今年我们又共同经历了疫情，然后日本的首相也是刚刚换届。那我想请问一下金教授，您认为未来中日关系又将怎么发展呢？谢谢你啊，谢谢你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啊，中日关系呢，最困难的时候应该已经过去了。就是前面10年，这现在开始趋好，这是我的一个大判断。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就是日本呢，近代以来是很成功的一个非西方国家，对吧？因为大家知道现代化从西方开始的嘛。我们一般说西方22个国家，日本不在里边，它是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是西方启动的，所以西方有优势。日本是非西方国家当中第一个进入现代化的，对吧？所以这个事实我们必须得承认啊。然后呢，一旦中国也工业化了，中国的工业技术也追上来了，这个时候，它就很难受了。日本原来领先的基础其实很简单，就是工业化领先，就是技术领先。而工业化领先、技术领先，从学术意义上讲就是知识领先。所以只要中国认真的学习，那么技术上赶上日本就是个时间问题。所以它有一段时间抵抗呢，所以小泉到安倍早期就不好的。但是我觉得这2、3年日本态度就变了，日本社会开始渐渐接受中国崛起，在技术上赶上日本，这个不可抵挡的事实。然后我觉得日本社会这2、3年心态有相当大的变化，而且是好的变化，就是开始接受一个崛起的中国吧。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克服了之后呢，整个中日关系应该是趋好的。但这个趋好的过程不会很平静，因为美国会在中间捣乱嘛，对吧？然后日本的政治家受美国控制也很厉害的，所以呢，这个过程就趋好的过程不会很顺利，但是大方向，未来10年中日关系，我认为比过去10年会好一些。好，谢谢金教授。谢谢你。谢谢你。
金教授您好，我之前有跟导师一直在做亚洲问题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对中印问题比较感兴趣。我想问您一下，印度最近国内疫情恶化很严重，再加上中印边境也有一些小的冲突，我想问一下您未来中印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发展？谢谢。谢谢你啊，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中印都是亚洲大国，都是发展大国。从中国角度来讲，中国是很重视印度的。而且非常希望啊，龙象共舞、共赢啊。那现在呢，问题出在印度方面。印度呢，现在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疫情严重，然后经济又不好，对不对？所以它需要啊，把那个内部矛盾外移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宗教矛盾，它现在宗教矛盾也挺紧张的。所以这几个内部矛盾就导致它有强烈的动机把矛盾外移。再加上现在美国在后面鼓励他嘛，所以现在呢，中印就出问题了。他在中国的西部做很多小动作，那么中印关系会走向何方？现在我没有答案，我只能这么说。至少从中方角度来讲，我们希望中印关系好。然后在最近的摩擦当中，中方其实是很克制，非常克制啊。然后战略上，我们中国还是希望啊，能以某种形式尽快的把这个边界问题解决，让中印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但是问题是双边关系不是中国一方能决定的，是吧？要看印度的反应。中国这个努力有可能成功，有可能不成功。如果成功，中印关系会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然后应该讲是双赢的啊。但如果不成功，印度动作很过分，导致某种摩擦，那中印关系未来一段时间就很糟糕了，是吧？当然。我是个军迷了，我从军事角度来讲，如果印度不冷静，进一步逼中国啊，真的发生军事冲突，印度还是要吃亏的。这个结局跟62年应该差不多。所以中印关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精英层、印度的领袖层他们的战略选择。从中方来讲，我们没有问题。今天仍然是珍视中印关系。希望那个双赢吧，但是问题是，这个答案不在中国手上，是吧？在印度精英层手上。好，谢谢你。谢谢您，非常感谢。教授您好，因为您特别受我们年轻人喜欢，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对做新媒体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还有没有什么网红秘籍可以传授给我们呢？谢谢。谢谢你啊，我们这个国际关系啊，应该讲呢，现在就遇到了好日子吧，大家比较关心国际关系啊，受众多。再一个，我的感觉就是，主要是放下身段，就不要端架子，是吧？你要端着讲的话，太学术、太生僻，就不会有这个点击率啊。所以呢，就是抓住大家关心的问题，然后放下身段，平等对话，然后用平常的语表述你的观点，我觉得这个容易得到大家的接受。谢谢。好的，谢谢您。金教授您好，你好，我是来自武汉大学的毕业生耿淑一。那么我现在刚刚到伦敦，要继续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我关于国际关系领域的学习。因为我现在也在英国，所以我非常关心中国和欧洲的未来走势。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也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些在欧洲的留学生的求学、生活以及就业。那么我想问您的是，您觉得在目前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实行的这种脱钩政策的背景之下，那么对于主要的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德国，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不会选择同美国站队，和美国一起对中国实施遏制呢？那么未来的中欧关系又会是什么样子的走向呢？谢谢你的问题啊。首先祝贺你进入 LSE 学习，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就国际关系来讲，伦敦政经是非常好的学校啊。然后你讲的问题呢也很重要啊，中欧关系是中国特别重视的关系啊。我刚才讲过，中国的大国外交里面有3对关系嘛，中美、中俄、中欧，对不对？
那个现在中美关系不好，中俄是很稳定的，所以中国肯定有一个工作方向，希望中欧关系能稳定住。大家都注意到吧？习主席是不是和那个默克尔总理，还有欧盟的2位领导人，对吧？冯德莱恩啊等等，进行了这个网上对话。总体来讲，对话还是好的。我个人认为呢，中欧关系问题不是很大。这个因为双方经济上互补性很强嘛。经济上现在来往还是不错的，这个然后在全球议题上，比如气候变化、反恐啊、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等等，我们合作点很多。另外地区合作，比如非洲，3方合作也开始慢慢展开，所以双方合作点很多。当然我们有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价值观不一样，对吧？我们有意识形态冲突，这个但是我们毕竟跟美国不一样，没有地缘政治冲突，有价值观冲突。但是我觉得价值观冲突通过对话可以控制。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呢，因为现在那个特朗普执政嘛，然后欧洲人对美国的感觉是不太好的，所以现在如果一定要让欧洲站队啊，欧洲我觉得是偏中立的，所以我个人对中欧关系前景看好。虽然这个仍然是有矛盾，经常会吵架，但是不至于像中美关系那样发生冲突的危险，这个危险是没有的，基本上是一个吵吵闹闹但是过得去的一个关系。谢谢你。好，谢谢姜老师您的回答。谢谢。我现在慢慢觉得，因为这个大选，我好像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你看前一阵我们节目来了一个那个教授，就是叫饶毅的，好家伙，在我们节目那儿都炸了，主要是因为他这个饶毅讲话特别那种就是绝对正确，是吧？一开始这么说话的人，好多人都骂他，可是就随着我当主持，我也觉得得抑制一下他简直就疯魔了一样，就是说。你们他妈选特朗普，你们这帮傻子，你们完全都弄不明白。他一个要赶走华人的一个人，华人还在这么为他高兴。这批人蠢，因为你支持共和党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能支持一个反对你的种族主义者。我认为这是这批华人的问题。我是觉得，比如说，这是不是美国有点衰了？我现在觉得，你比如说我们在网上一问这个问题过去就很多人就是说，我的孩子是该留学英国。索兰，你也在英国待过，在美国待过，就好像就是说，孩子应该让他留学英国呢，还是留学美国呢？就一直到现在，就说是好像说，美国现在还是中国移民就存量最大的。对。然后差不多到2014年的时候的这个调查也是说，华人。这个要移民最主要的方向国，也是这个美国。可是你觉得美国现在是不是就是有点不行了呢？是我相信我看的他这个过程，你看34年前里根当政的时候是一个新时代，越战也过去了，然后这个经济混乱，然后国内民权运动都过去了，然后回到保守主义，同时英国有个撒切尔。然后，尤其在他任上，差不多冷战快要结束了，就他铺好了以后，等布什一上台，就是90年的事情发生了，就苏联就没了。就这个过程，跟今天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但是紧接着就是经济萧条，我当中经历过好几次经济萧条，我都忘记了。他们经济萧条是公开讲的，我们现在进入经济萧条，你市面上也能看得出来。然后这立刻会变成每一届选举的一个话题，一直到今天是一大堆问题，国外的、国内的，所以不奇怪。但是选举这个阵势，大家闹争什么这种然后各种跌宕过程，戏剧性的，每届都是这样。所以我以前不关心选举的，我不看节目的。那徐磊为什么你觉得这次你关心了呢？网上都有嘛，就是朋友圈里面也有不同的那些在美国的朋友，就包括华人的，好像态度不是太一样。就华人好像在那边都打起来了，也不一样。就是社会地位相对高的，比如说嫁入这种上流社会的美国的那个华人，他完全是就是嗤之以鼻，就是川普那个绝对是不能支持他，怎么，就是说，包括他赢了之后。都是痛哭的那种表情，跟那种
跟那种就是普通的人的，就是普通华人在那儿生活的那种，表现完全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华人这次好像似乎是飞机啊，弄的这些这个成群结伙的那个去宣传做，好像花了很多力气。而且这次呢，就是说这个我看了一些调查呀，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我还得到一个概念，叫第一代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就是说就叫就叫算什么新移民吧，他这个叫第一代，但是还有一个呢叫1.5代，1.5代是什么呢？就是说童年的时候来到美国的，这是1.5代。说2代呢，就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然后说那个混得怎么样，就发现说呢，这个1.5代的人均收入，就是最高的。这个是你说这说明现在这华人在美国混得好还是混得不好呢？索拉，您有了解吗？因为我是完全就是签了合同到那去搞音乐的，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也没有想更多，但是我经历了克林顿那个时代的，我就知道，比如说纽约在90年代的时候在艺术上发生了特别多事情，就像你刚才说的，你问是不是美国完了？就是90年代的时候，这从93年以后，就是美国的艺术界发生最多的事情，就是等于说从60年代嬉皮运动一直到90年代，一直往上走，各种变着花的发生，各种有意思的人都在那个时候还在。但是呢，完了911以后呢，就一下子就觉得这个就下去了，就好像就一下子就开始越来越冷清似的。就是因为很多事情就很难发生了，再加上美国这种战争啊，他打的自己打的，而且就是各种。可是其实当我们在时候90年代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当然就只不过是小小的艺术家，或者我们是就是移民，或者所以其实你并不知道战争已经都在到处打，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到处已经开始了战争。我们离得太远了，我们看到的就是艺术，看到什么？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到处塞尔维亚的战争中东的战争、非洲的战争，已经到处美国就是到处都是战争。所以呢，其实我想可能就是美国就一直这么多年，这个就是像丹青说，一直没有停的但是他有一种舆论，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我们在的时候，因为他就是所谓现在大家说政治正确吧，就是说你再怎么样，有一个政治正确在拢着你。对。所以呢，各民族的人在那儿，哪怕外头再怎么打，在那个国家里，在各民族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不能你还有一个平等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要维护这个平等，平等空间吧。所以就是现在呢，这个就终于这个平等空间就可以打破了。就是这个是让人特别伤心的，而且就是现在有没有他们说什么就种族歧视，就是文革呀什么？我觉得那肯定跟文革也应该是两码事儿吧。但是就是说这个非常恐怖的种族歧视。但是川普就说一当选，我这2天看他们那边就是说，好，真的有人就是华人，就说我碰到在街上就有人冲他说说fuck you，就说中国人滚回你的国家去，就好像是不是得了势了。然后呢，好多人你知道吗？现在好多人真跑到墨西哥边境盖墙去了。就是特朗普还没拨钱盖墙呢，现在好多美国人说我自己捐500万美元，我盖墙，就是要把他拦住。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老有一种对这个头号强国的这种想象，就是我就说可以聊一个话题，就是叫中国人的美国梦碎了吗？就是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你们那个时候去美国的时候，我们就看着你们呢，你们都是国内的大明星，哇，一个个就去美国，而且那个时候你记得吗？姜文那个他们拍的那个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那都是我的想象。我小时候想象什么千万里我追寻着你。6月既是天堂，又是他们地狱就是我操，我是一直有这个想象。这神话。不过神话是对中国一定是有的，因为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全中国人忽然多了一个想象，就美国。然后这个神话实际上从2战前后就开始了。2战时候他们曾经帮助中国就打败日本人，接管过一部分
就一段时间，所以从上一代人续到我们这一代，这美国想象一直在的，只是改革开放我们可以去了，然后短短30年，忽然就中国人在美国已经很多了，所以出现你说的一代半和一代这个问题。但是回到前面那个说法，就是，这跟一代半和一代不太有关系，是关乎每一代人正好赶上美国的国情在哪一个阶段，如果赶上经济好。他就有好工作，好前途，赶上不好没了。孩子赶上你在哪个州？那哪个州？就种种原因，说华人最主要的就是纽约州和加州。不光是华人，所有移民都这样。我们总会关注我们自己的群体，其实所有移民都在同一个情况当中。什么呢？很简单，前年我弟弟生了个儿子，然后我到这个医院去等着生出来。那就跟旁边的这聊天，一个意大利老移民，他孩子他自己就是一代半，他是年轻时候到美国的，他的孩子就是第二代，然后他第二代都已经生孩子了，他很忧虑的跟我说，他说像我们这一代人的薪资和工作机会到这一代再也不可能有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很多理由为什么，但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所以还有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种族歧视，都现在你说这帮中国人滚回去，就对移民的种种，就是从川普那个言论里是透露那个讯息，从我去就开始了已经，就是先到的移民都会跟美国人一起，希望解决后来的移民和非法的移民，从来就这样。从来就这样，所以我们对美国的议论，其实因为这些年有网络了，然后中国人在那儿越来越多了，所以好像是个新问题，全是老问题，早就有了。但是呢，你觉得啊，有没有国运这回事儿？有啊，当然有。对，因为我呢，就是我多崇洋媚外啊，对吧？就是我，但是我最近慢慢感觉。前些年我还听着就是海外华人最爱国，中国强大了。明显眼看着你们就颓了，这个我还没有什么感觉。我记得你看，我第一次去美国，我说哎呦，我说怎么同样牌子的这个酒店，这美国这么破呀？就是中国是吧？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同样品牌的这个酒店是新的，对吧？然后呢，我去到美国旅游啊，这坐着那个开着车子跑啊，我说这是一荒野国家呀，这简直就是除了纽约几个大城市，路上。都是这种破铁皮房子，那大幅的这种荒凉感。老工业国家，老公路、老机场、老火车站，咱们现在去中国全是新机场，中国是后发国家，就2次现代化以后，中国才起来，后发国家全都比老帝国要新。但是呢，还有你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川普这个大选结果的时候，我在这个欧洲啊，我这次去啊。我就最近比如说先去巴黎，我就觉得巴黎怎么跟我10年前去那巴黎不太一样了，有点像北京火车站了，你知道吗？就是甚至就有这么一个，一看就是那个移民。主要不是西方变了，是中国变了。主要是中国变了。你这么中国牛逼了！你现在到处机场，光比机场，你像中国全是崭新的机场。没错，这次就在那个柏林那个机场，我飞回来啊，我还说就是说去了这个机场，过了那个安检，就是进去之后，在那个免税店嘛，说买点东西什么的，一进去之后就是登机口。连个免税店都没有，只有个小卖铺。我说这是柏林。然后你说我在伦敦呐，在哪儿就看，我跟你说，就说这个酒吧夜店是吧？因为当地朋友带我们去玩，去了之后我说这是怀柔的夜总会吧？你明白吗？他们说现在全世界最好玩的夜店是哪儿？北京啊。说世界一流的就是那个灯光画店。唯一的区别就是里边那个人的区别，恐怕就是。我觉得柏林那机场特别好，它那个老机场嘛，就一下飞机就进城了，就特别方便。也是。而且你是不是你就觉得20分钟？对你进去特快，也不用老开着，像咱们现在还坐着火车又再进去啊。那柏林那机场我觉得特别好，是不是你等于一进去就进国门了，就进去了。就没有人那么多的复杂的，就是等于我最近2次去这个欧美啊，我就说我这个崇洋媚外的人，都现在开始慢慢感觉到，因为我再早以前我以为这就是人欧洲特色，人家多有文化，人不像咱们玩这个土豪的这一套哈。可是有些地方的那种破旧，
包括是这个服务业。你比如过去咱觉得中国这服务业不行嘛，对吧？那肯定欧美行。可是我现在发现，你比如你在北京确实是堵车，有很多的不方便。可是你可以宅在家里，这个快递啊，打个电话，在香港都没有，你知道一打个电话就给你送来，打个电话就给你送来，就是。它主要是老帝国，你要想，这个英国在中国晚清的时候就已经有地铁了，然后辛亥革命的时候纽约的地铁就已经有了，然后中国在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的国际机场都造好了，高速公路全都有了。可你算算这什么时间？70年代离现在有40、50年了已经，那当然又旧又破又老，那中国就这30年起来，主要是这20年起来。又破又老吧，但是这种又旧又老又破又老，其实给人有一种安全感。就刚才咱们跳过去说，你比如说你说现在年轻人咱们什么都有，好像什么都有，但为什么咱们在这儿的年轻人安全感其实不如那边的年轻人有安全感？就是因为那种又旧又破又老，它有一种系统，它有一种生活方式，它有一种长期延续的生活方式，让你觉得就是有一种意识。我不太敢附和他这个话题。为什么？民族主义啊，咱们喜欢听到咱们好啊。我没有说民族，我说的是国外的那个又旧又老的延续。我当然觉得柏林机场、荷兰机场、这个比利时机场都非常好，很人性的机场。对呀。但是我现在不太敢说这些。为什么？着吗？咱们只能是新旧的对比。要论新，中国是最新的。怎么就不敢说那个柏林机场好呢？我不太敢说，现在。为什么？我很多话不敢说了。你可以说2号楼、3号机场嘛，2号站、3号站吧。我坐飞机，我喜欢到2号。接人又方便。我甚至喜欢到我喜欢到1号机场。就最早的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机场，那是我最喜欢的机场。我叫所有给我订票的人说不要订3号航站。但是你说这就是一种你对什么觉得叫好，其实是有个价值观在这儿，这是争论不完的。可是你的这个价值观呢？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温哥华，我就发现加拿大的人，他很有意思，就是温哥华这个小孩儿，这个父母就说这个孩子就是第2代的，出生在这儿的，说出生之后一回到上海，哇，觉得中国才是繁荣的。好，我们去跟人家说，我说欧洲小镇都不盖高楼，都是一个个的小旧房子，旧的，这多有味道。但是在孩子们的眼里啊，上海五光十色呀，是，他真觉得我的祖国比我这儿强大多了，他确实有这种感觉啊。对，不是中国变化太快了，非常快。仅30年前，就是所有我在纽约认识的台湾朋友、香港朋友都非常想到大陆看。来了以后都说受不了，这机场一片昏暗，然后洗澡也没热水，种种这些，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就中国满街会停满小汽车，然后堵车，完全想不到的。20年前根本想不到。你看，我跟你举个例子，而且我当然我过去说，我说这东西吧，就是硬件咱们都比他们强了。现在，软件你比如说同样是个酒吧。这酒吧讲装修，比北京的差远了。可是呢，唯一不同的就是里头的人，以及呢，酒吧里放的音乐是西方的。我刚才说的就是这细节。这个精神，不是说音乐是西方的细节。这细节就是细节。但是呢，我现在又觉得，就是说中国这种，比如说这种服务啊，包括也慢慢的你会感觉到，过去中国是效率低的代名词，可是我现在觉得中国效率啊病态的高，而且这种高啊，让我觉得他们有点瘆得慌。你知道我昨天，我平常在北京就是叫那个外卖，你叫那个餐呐，送餐嘛，送餐你知道有那个催的嘛，因为他没到嘛。我就点了一下这个催餐，结果那送餐那个小哥到门口拿来把这个给我一个劲儿给我道歉，说对不起啊，今天这个堵车，我就是晚了，我拼命赶了。我说好，没事，你走吧。我说对不起啊，我说大小20多岁大小伙子是不是有哭了？哭了。我说这为什么？我说我没怪你啊。他有奖惩制度可能会不是对呀。他说大哥你能不能把那个催的那个给我再摁一下，给我取消？我说怎么了？他说扣我300块钱。他说因为你这么催我一下，200还是300？我的娘啊！我点个饭才几十块钱。是。我就觉得，哎，你说这样，他服务业能搞不好？但是这个里边是不是又透着一种很扭曲、很可怕？很邪性，把人逼到一种早期资本主义的那种这个快马加鞭。对。
你说这个，哎，徐磊，你现在要是回到他们当年那个年代，你想去美国吗？大家现在，我从开始时候就没有那个想去美国的那种，就是国外生活的那种意愿，就看看可以，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就是我去的国家其实不多，但是有的国家呢，我喜欢呢反复会去几次，对探索一个新的东西我会害怕的，那你说现在的人纷纷到美国留学，让孩子留学，这个方式还是好的吗？肯定还是对孩子是好的吗？你们有孩子在美国？我觉得是好的。怎么说？我不管你觉得这什么话该说不该说，反正我觉得是好的。去国外留学，因为咱们这儿的功课吧，说实在的特别重，但是老师的教学呢是缺乏细节的。就是现在，据我了解，对呀，所以呢，就是缺的很多东西。然后我们那种就是我们的教学信息少，其实信息不快。然后呢，老师相对的来说保守。然后因为老师保守，就给学生呢特别多的压力，就是你必须得，就好像表面上在完成一些东西，排名排序，对，然后这个就没有真正学到那个东西，因为你真正学到东西，首先你最后你就不想再学了，其实你就会恶心了，要吐了，小孩就会有反叛心理，这样学习下去，而且压力太大了，就小孩的健康都会那个。我觉得，因为小孩要成长的话，他需要一个健康的环境，快乐的环境，学习的过程应该是快乐的。所以我想的，目前在国内的这种教学，它有很大的问题，而且研究的这个课题吧，真的有点太少了。就是大学里边做专行各种研究的课题，真的有点少。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送孩子去美国留学，那现在还觉得留完学了就留在美国生活了，这还是个好的路吗？这都无关美国，事关中国的心态。就是一方面我们一直想唱衰美国，而且有点像唱的有点像了，是衰了。另一方面这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数量最高的。我30多年前我去的时候还比不上台湾，比不上香港高，也没有其他国家高。就30年后中国高居第一，而且这个趋势停不下来。就是你们是有道理的，那么多家长愿意送去，现在都自己花钱去的，他们到那儿就泡咖啡馆的，吃很好的饭菜，跟咱们那几代留学生的不一样了，他不挣钱，可是他花钱。但是你看这个为什么我这次在德国碰见一个小孩儿，他就是属于从小出生就是父母就到了德国嘛，从小出生在德国的。他现在想的就是他说我准备回北京。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欧洲太不好玩了，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别说中国孩子，现在西洋人倒灌想到中国来谋饭，这情况越来越普遍。我觉得学完了以后回来工作挺好的。这个倒灌早就开始了。我昨天我陪我父亲从古北水镇过来，经过密云县，密云县已经是一个大城市了。结果这个开车师傅的小孩的幼儿园，他的老师是加拿大来的，就一个密云县的幼儿园老师，当然是高等幼儿园，已经是外国人在教了。北京市里的外国学校就更多，我见过很多到中国来谋饭的外国人，层次也并不很低，这中国是找饭碗的地方了，中国只是没有开放移民政策，所以情况已经早就变化了已经。那你比如说现在要再让你回去美国生活你还有兴趣吗？还有兴趣啊，我愿意啊。就像他讲，那是非常人性的一个社会，很安静，讲道理。但是从这次这个川普选举之后，你觉得还是很讲道理吗？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形态不会有大变化，就是一个底线以上的一个情况不会有大变化。但国策一定会有变化，经济会有变化。不战争情况什么种这个政治格局，这肯定会有大变化，但也不会有太大变化。每一任政府都在许诺说我上台怎么样怎么样，
但变化都不是很大，还有更大的力量在让美国变化，无论是他唱衰也好，怎么也好，从我就现在就我不懂啊，这我就刚才讲这国运呢，你们这感觉会不会这从这儿就慢慢这美国呀就收缩了，就我们过好自己日子得了，我们也别那么道德了，还管人家别人家的事儿，然后慢慢的我们的经济，它早就收缩了。就是中国的经济眼瞅着就是要这个最大经济体就要越过它了嘛，超英赶美，至少在这个 GDP 的这儿说，应该用不着超了。是啊，这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世界大势啊，就是中国确实影响力越来越大了，是啊，是吧？就其实不是美国梦怎么样，而是中国梦慢慢在实现。至少强国梦，然后就在世界上有地位，这实现了，那初步实现了已经。那你说美国梦是什么呢？美国梦就是其实是一个有点过时的东西，就是所有一文不名的人，也没有来历的人，到了美国会能够过上好日子，有尊严的日子。这个梦今天其实还是真的，但是川普讲的就是说，没有别的野心。不是川普讲的不就是说这事儿不灵了吗？对，他已经让太多人实现了美国梦，贫富加大了。实现以后，这就是个上公共汽车的理论，大家都想挤上去，但挤上去的人最好下面人不要上来了，这从来如此。这美国只是最大的一个空间，就已经容纳了太多人，早就说要驱逐移民了，里根时代就驱逐了，就开始。这移民很恐慌，说这下政策下来，很多人就非法移民待不下去了，打不成功了，得驱逐了。可是我只看到越来越多的来，一直到90年代，我打开报纸一看，头条就是金色冒险号在长岛外面搁浅了，300多中国非法移民从船上跳下来，冰冷的水，移民局立刻把他们救上来，每个人一床毛毯，就散布在岸上，然后就按照他们的移民法。很人道，同时很严格，就分，只要你有亲戚打电话就把你领走，你要没有亲戚先关起来，关起来又可以打牌，可以画画，可以干任何打乒乓什么这些要玩，然后就等移民局的处理，永远是这样，就任何非法的犯罪的行为，他们立刻进入法律程序。其实是很多人出来会画画，会叠什么小东西什么这些，当然也愿意回去，这熬在里面不好。就是我亲眼见过那样的人，而且有人很后悔，说我在福建都已经开车有公司了，主要是村里面都会骂你说你他妈混到这样还没出国，每家都要派一个出去的，每家都要有个出去。所以中国人很多人出去不是因为贫困和无路可走，而是一个面子，觉得去了发现美国不是这样，这个过程早就开始了，不是今天才开始，就说平了。当年的这个同学原地没动，对吧？我到美国奋斗20年，他们当时放弃了很多东西了，对，就是他的已有的社会地位、已有的这些背景都放弃了。所以你中国人到那洗盘子，美国梦，你是想在美国成功，对吗？这个过程，台湾开始的更早。我80年代见到不少台湾来的人唉声叹气，说我大学同班同学现在在台湾什么公司老板，这年薪是多少，收入是多少？因为台湾当时还在戒严时期，那大家都不安全的都想出来，就能到美国的也是佼佼者。但很快他发现他只能开个餐馆，甚至还不行。但是他的同学已经发了，他的台湾经济起飞嘛，后来。所以这个过程，大陆只是晚一步，晚10年到20年，而且规模更大。你看，这是我最好玩的记忆，就是30年前我出国前，只要来一个华侨或者是从外面来的，全都晚上聚一块儿，你说说外面情况怎么样？我操！现在我每年回去，主要任务就一桌饭吃过去，所有人都说，你说大陆现在怎么样？北京怎么样？你说他们现在就是在外边的华人，还瞧不上祖国吗？没有了。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网络非常重要。我在国外如果被人认出来，10个有10个说我在《锵锵三人行》上看到过。对。这《锵锵三人行》自从联网可以华侨看到，你都不知道你在外面有多少观众，不管他什么政治立场。是，所有人都知道你，知道你这个节目，就对海外很多人，我在海外比较火，但是就是你说的刚才有一点，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你看中国哈，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切让我感觉到好像要比他们强了，就方方面面，但是这个啊，你又总会感觉到有些啊，让你觉得特别凄厉的一些个东西，就比如说我看见那个送外卖小哥哭，然后那天我就看见就是说。
你说这个讲道理，比如说你说这个在美国不管怎么说他讲道理，那你看中国很多时候是不讲道理发展起来的。比如说最近你知道有个叫什么贾静龙的吗？就在我们石家庄那儿，哎，一个就是这个叫北高营村这一个村儿，好，这个来了这个党委书记，这个村长是吧？是个能人。确实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就是这城市化嘛。说你现在一到这个北高营村啊，跟我们石家庄的大城市的一个区没什么区别，楼房，因为它就拆迁嘛，就是你的旧房拆了，我给你盖新房。当然就在这个里边发生的这个纠纷，然后呢，就有一个叫贾静龙的小伙子，他呢其实也不见得他就占理儿，但是呢，他就是说发生了纠纷，他说我守着我这旧房，我就不搬，我甚至要在这结婚。结果呢？他这旧房就给推土机，给推了，推了之后，他这女未婚妻也不跟他结婚了，然后这贾静龙就买这个射钉枪啊，就有一天这个党委书记在全村发表讲话之后，走下台，他就从他脑后一枪，他打死。就前一阵刚刚最高法院核准，就说执行死刑，因为有些法学家就是说，哎什么，这个不一定要判他死刑，就是刀下留人，说因为这个里边他是被强制拆迁等等，但是最后还是给执行了死刑。我就是觉得，你看，我们这个面貌变得，哎，比美国那荒原可以说是高楼大厦多了，可是在这个背后似乎又有一些让我觉得特瘆人的事情。不是说谁就一定对，太多了，哎，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回到刚才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华人担心的事情，就是说啊，我是不是在这儿打工，或者我是干什么？我想可能还是一个背后的生活意识形态的这个一个东西，就是我必须得出去成功，我在国外我必须得成什么人，我必须得买房，我必须得买车，我必须就咱们带着好多价值观出去的，就是特别累。可是后头这些小孩儿，比如说你第二代生下来在美国生的孩子，他就没有这感觉，他就不会觉得我一定要挣钱、买车、买房，我就要享受那个。就更加享受，比如说我碰到一个妈妈，她就跟我讲，她说跟我说这是又是音乐的事儿，她说我儿子现在就喜欢打 DJ， 怎么办？因为他是第二代，就是生在美国的，根本不想去好好的就是学法律或者是当律师或者当什么，就是想打 DJ。